英国舰队和西班牙舰队在大西洋上不期而遇。这一年，西班牙已和法国结盟，而英国是反法同盟的急先锋，一场海战不可避免。英国舰队率先排成了单纵列战斗队形，他们要趁着西班牙舰队2个部分尚未汇合之际，冲入二者之间。西班牙主力编队尚未完成战斗队形，且面朝东北，发现英国战舰此举后大吃一惊，若继续向东北行驶，将遭受严重损失。为什么？因为现在西班牙战舰的舰首正对着英国战舰的船舷。在导弹和航母出现之前，参与海战的战舰其实秉承着同一个战术原则，那就是为了充分发挥火力，要始终保持自己的侧面给对手。如果舰首对着敌方，只能发挥舰首火力；拿侧面对着敌方，则可动用舰上所有的火炮。1979年的战舰更是如此。这个时代的战舰，差不多就是我们在电影《加勒比海盗》中看到的那种木质分帆战舰，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船身两侧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大炮。更为理想的情况是，我方战舰侧面给对手，而对方用船头或船尾对我方。以当时拥有3层甲板、携带100门大炮的战舰为例，其火炮分配很可能是舰首4门，舰尾10门，船舷86门。如果是以船舷对船尾，火炮比为13比10；船舷对船头，则火炮比达到惊人的13比4。由于火炮是在船舷一字排开，侧面方向挨一炮，顶多损失1门炮；而如果从舰首或舰尾挨一炮，可能就被串糖葫芦了。以己方船舷火炮轰击对方船头或船尾的战术被称为重射。重射威力如此惊人，人们马上就发现，如果把己方战舰排成一条线，岂不是天下无敌？面临英国战舰的重射威胁，西班牙主力舰队慌忙往西北方向转，他也要保持自己的侧面给英国佬。西班牙舰队现在队形散乱，西侧后方这些战舰根本无法开炮，所以他们的计划是先转向西北，继而顺西南风向东北方向运动。在运动中也组成一个单列的纵队队形，这样形成以侧面对侧面，以战列线对战列线。英国舰队司令洞察了这一企图，令第一艘战舰立即转向，后续战舰保持队形依次跟进，其战略目的还是要保持战列线，趁着西班牙舰队还未形成战列线的时机，充分发挥侧面火力，给对手最大杀伤。英国战舰编队成了一个 U 型，但是好像有点贻误战机了。西班牙舰队主力位于上风方向，且率先机动，其旗舰已快驶过英国舰队后卫了，其战列线队形也在逐渐形成。眼看西班牙舰队就要摆脱不利，逃出升天，英军倒数第3艘战舰跳了出来。该舰的舰长正是大名鼎鼎的霍雷肖·纳逊。他认为现在依次转向的命令，使得同一时间只有一部分英军战舰能够投入战斗。U 型字母的右半部分，由于友军的阻挡，无法开炮参战。战列线当然是最科学的战术，但是现在机械的执行只会给西班牙舰队机会逃跑。纳逊于是公然抗命，即使他知道这样做会遭受最严厉的军法，他的战舰果断掉头，在本方最后2艘战舰之间穿了过去，大胆地冲到西班牙旗舰面前，以一己之力挡住了整个西班牙舰队的前进道路。西班牙旗舰为避免遭到纳逊战舰的重射，慌忙转向，他要以自己强大的侧面火力摧毁纳逊。纳逊战舰遭受重创，但仍挡在西班牙舰队的前进路线上。要注意，现在是西南风，而这个时代的战舰就是靠风力和船帆为动力。西班牙旗舰被迫转向停船，后面一溜的战舰在风力推动下，面临连续追尾的窘境，纷纷紧急自动规避，这就使得西班牙舰队组建纵列战列线变得更加困难。眼看越来越多英国战舰完成转向，其战列线侧射火力得到充分发挥。纳逊的队友们不会让他一个人扛，末尾战舰的舰长科林伍德就近转向前来救援。英军排头的战舰也及时赶到，这3艘英国战舰奋力作战，把西班牙旗舰打得升起了白旗。纳逊的战舰严重受损，与2艘西班牙战舰搅在一起。纳逊率部跳帮，成功俘虏这2艘敌舰。英国战列线侧面火力则不断轰击着尚未组成合理战斗队形的西班牙舰队。这一仗，英国舰队俘虏西班牙战舰4艘，重创10艘，毙俘西班牙人5000多，英国战舰无一损失。纳逊因抗命被晋升为海军少将。某舰长不服，要英国舰队司令指出纳逊这是战场抗命。司令回答说：“哪一天你也能这样抗命的话，我也饶了你。”
为断绝英国对法国的威胁，大革命后的法国政府设想打击英国本土，但英国皇家海军始终是其无法逾越的障碍。法国政府派大将拿破仑·波拿巴去考察法国、西班牙、荷兰联合舰队的实力，看是否有能力掩护法国陆军登陆英国。拿破仑调查后得出结论，没得打。事实情况也正是如此，法国海军及其同盟舰队时常被英国舰队堵在港口内，不敢出去交战。那怎么办呢？拿破仑建议，暂时无力打击英国本土，那我们就切断它的贸易线，斩断英国与其殖民地的联系。具体来说是这样：派一支大军登陆埃及，切断东西方贸易的陆上中转节点，扼住欧亚非的十字路口后，再以此为基地，想办法东进，打击英国最重要的殖民地印度。这是一条迂回的战略路线。法国政府觉得此计甚好，那么拿破仑将军，你马上带队出发吧。在法国土伦舰队的掩护下，拿破仑大军顺利渡过地中海，登陆埃及。纳尔逊率领的英国地中海舰队马上就出现了，他要截断拿破仑的海上后勤补给线。战机出现了，纳尔逊侦察得知，掩护拿破仑的法国舰队正在阿布基尔湾内。法国舰队在阿布基尔湾内一字排开进行防御，全部保持侧面对外，其战舰全部抛向了锚，并降下了风帆，等于所有的战舰都变成了固定炮台。舰队前卫的西侧海岸有岸炮进行支援，而在法军战舰与海岸之间是大片的浅滩和浅水区。此时太阳即将落山，法军舰队司令布里埃斯判断，纳尔逊即便前来也绝不敢进行夜战，顶多会在港外进行炮击，而法军已经排成了战列线，你来吧。为何这个时代海军一般不进行夜战呢？因为通讯手段落后，当时战舰间依赖旗语进行通讯，在战舰的前、中、后3根桅杆上按照约定的顺序升起不同的旗帜，以代表特定的信息。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在友军有望远镜的情况下，有效通讯距离大约为 1.6 公里，所以在暗夜条件下，舰队的指挥调度是非常困难的。同时，英国战舰如果在黑夜贸然进入陌生的港口，在不熟悉此地水文条件的情况下，很有可能就开到浅滩或者说浅海，从而被迫搁浅成为俘虏。可纳尔逊就是来了，他已有破敌之策。前面我们说过因为战舰侧面火力最强，进而各国海军发现以战列线队形进行海战最为有利。可敌人也不是傻子于是海战演变成了侧面对侧面、直线对直线，变成了两军排成两行，相互进行大炮对轰。纳尔逊发现这种打法只能击败敌人，却无法大量歼灭敌人，因为一方发现情况不对，立马就溜了。在靠风力船帆为动力的时代，航速其实差不太多，你想追也不大好追。而法军舰队在面对强大的英国舰队时，往往还会抢占下风位置。在交换一波炮弹后，法军感觉不利，立马就全方撤退。再见，咱们下次海战再约。英军将领拿伤敌数据，法军则成功撤离，突出一个诚信互刷。伤其实质不如断其意志，纳尔逊一直在思考如何才能打歼灭战呢？阿布基尔港内法军的布阵给了纳尔逊练手的机会。纳尔逊指出，以战列线对轰之所以无法达成，是因为我们把敌方全体作为交战对象，无法形成兵力优势。如果我们排成与法军平行的战列线进行对轰，毫无意义。这一次，我们应该集中所有的战舰攻击阿布基尔港内法军的前卫和中军，而弃敌人的后卫舰队于不顾。夜幕降临，英舰从西北角切入，拉开了尼罗河海战的序幕。法国岸炮数量太少，基本上没有发挥什么作用。纳尔逊制定的战术是这样：本番头2艘战舰分别在敌人第1艘战舰右侧的船头和船尾位置停船，形成2打1的微观局面。后续的战舰在这2艘战舰的侧方继续前进，并连续形成2对1的局面。在通缉过程中，英舰歌利亚号的舰长发现自己中头奖了，因为他有阿布基尔港的详细水文地图。在地图上比对法国舰队的位置后，他赫然发现法国舰队后部其实并不完全是浅水区，而是有一条深水区。这就意味着歌利亚号战舰可以开辟一条通往法军战舰编队后方的新战线，他毫不犹豫就冲了进去。有4艘友军战舰也大胆跟进，法国舰队的前卫被前后夹击了。一时间，阿布基尔港内浓烟滚滚。法国舰队司令布里埃斯的旗舰东方号位于中军，由于无法机动，2艘英舰包围了他。布里埃斯发出信号，呼唤统帅后卫舰队的维尔纳夫将军迅速前来支援。但在黑夜浓烟中，维尔纳夫似乎并没有收到信号。前卫和中军都打成这样子了，你还等什么信号呀？但维尔纳夫表示：“可我没收到命令。”
他决定等一等。法军前卫和中军打得很顽强，但还是架不住清对英军战舰的以多打少。法军司令布里埃斯中炮身亡，法军旗舰东方号被轰得燃起了大火。维尔纳夫见大势已去，终于开始行动，率领数艘战舰突出了战场。尼罗河海战的失败主要在于法军主帅将战舰一字排开，还全部抛下了锚，降下风帆，导致战舰完全无法机动。这个骚操作有没有让你想起三国赤壁曹操的连环船？说到这，最近战舰世界游戏与三国联动推出了2艘三国主题战船，其最大的特点是拥有东汉蒙冲战船的外观，20世纪的战列舰级别的火力投送，还有独特配音的曹操、刘备和孙权3位全新指挥官，将在战舰世界 4K 影院级真实海战中陪你激情对轰，情怀拉满，好玩满满。如果拿破仑的舰队中能有战舰世界中任意一艘战列舰，那还会惨败阿布基尔港吗？可现实就是他没有。拿破仑后路被切断，大军困于埃及，进退两难。见局势有利，第2次反法同盟形成了。反法同盟军开始进军法国，法国政府岌岌可危。在此情形下，1799年10月，拿破仑离开远征军，只身潜回巴黎，并发动雾月政变，开始执掌法国。欧陆战神上线，反法同盟军被揍得毫无脾气。1802年，第2次反法同盟解散，腾出手来的拿破仑决定登陆英国，解决这个欧洲乱源。拿破仑的大军开始在布伦集结，他测算过自己的15万大军从英吉利海峡最窄处渡海只需要6个小时，6个小时，只需要6个小时。只要自己的大军成功登陆英国，必将横扫英伦。拿破仑自己说，只要我能主宰英吉利海峡6个小时，我就能主宰世界。唯一的障碍是英国皇家海军，那怎么办呢？一开始，拿破仑期望通过一系列的战略欺骗和误导来分散英国舰队的力量。他将自己的战舰分成数支，在海上和英国舰队打游击，可成果不是很明显。自己的绝大多数战舰还是被英国舰队封锁在各个港口内，不好出门。想要掩护15万人过海峡，把战舰集结起来是前提。拿破仑一次命令土伦舰队秘密出发，一路会合加的斯、费罗、罗斯福尔等处的舰队，而后去解除英国海军对布雷斯特港舰队的封锁。最终集结起来的舰队前往布伦，护送拿破仑的大军渡海。看来拿破仑可能是想拼一把，秘密集结起大部分战舰力量，在英国海军未完全判明情况、未完全集结海上力量进行防御之前，届时拥有数量优势的己方舰队难道还敌不了6个小时吗？只要大军上岸，要论陆战，拿破仑是无敌的。土伦舰队的主帅正是在尼罗河海战中跑路的维尔纳夫。拿破仑这个计划首要原则就是要秘密行动，可维尔纳夫的行动被纳逊监视着。当纳逊发现维尔纳夫并没有停在加的斯，而是继续北上之后，英国终于意识到情况不对了。加上拿破仑在布伦集结大军的消息很难隐瞒，两个情报一结合，英国意识到拿破仑可能是要对自己本土动手了。维尔纳夫的舰队在前往费罗尔的途中遇到一支英国舰队的拦截，双方激战一番后，维尔纳夫勉强成功进入了费罗尔。事情显然败露了，布雷斯特港外还有更强的英国舰队在等着。同时考虑到费罗尔给养不足，维尔纳夫决定返回加的斯。巧的是，从地中海追踪而来的纳逊舰队和南下的维尔纳夫擦肩而过，谁也没有发现谁。英国终于在布雷斯特海域集结起了皇家海军最主要的战力，拿破仑的舰队绝对无法逾越这道封锁前往布伦。但英国海军集结了24小时，便分兵南下。这支舰队的任务是找到维尔纳夫的舰队，阻止他返回地中海。英军知道，现在维尔纳夫不是在费罗尔，就是在加的斯。为何要阻止维尔纳夫舰队返回地中海呢？因为拿破仑在算计英国本土的同时，英国也在算计法国本土。英国已经秘密联合了俄国、奥地利等国，秘密组建第3次反法同盟，准备在东面对法国动手。而在地中海上的马耳他，英国也秘密组建了一支远征部队，准备联合同盟国的部队从意大利登陆，攻入法国。维尔纳夫舰队现在整合了几个港口的战舰，壮得很。如果让他返回地中海，将有可能妨碍反法同盟军在地中海的行动。拿破仑见渡海无望，鉴于东面与意大利方向日益严峻的局势，他也决策转兵向东。他命令维尔纳夫舰队返回地中海，配合陆军行动，同时挫败反法同盟军在意大利的可能登陆行动。结果，维尔纳夫又让拿破仑失望了，他被英国舰队堵在了加的斯港内。大尔逊被任命为封锁加的斯港的英军舰队新主帅，英国政府给他的任务是锁死加的斯港内的维尔纳夫，使其不能突入地中海战场。但纳尔逊不这么想，他给自己定的任务是
彻底歼灭维尔纳夫舰队。纳尔逊未赴任之前，英国舰队主力距离加的斯港仅仅20至30公里。纳尔逊一上任就下令舰队主力西移至80公里处。维尔纳夫，你看我都把路让开了，你赶紧出来吧。英国政府认为封锁就行，纳尔逊却坚持非歼灭不可，是因为纳尔逊认为，只要拿破仑舰队上成一定的实力，就有可能在大西洋上分散打游击，袭击英国的贸易商船，打击英国的海外殖民地。只要拿破仑舰队主力上屯，就有可能重新找到机会进行登陆作战，攻击英国本土。纳尔逊主力舰队与加的斯港之间按照一定的间隔排列着英国的轻型巡洋舰，这是纳尔逊的通讯链路。一旦加的斯港内有任何风吹草动，各巡洋舰就将以借力传信的方式报告给纳尔逊。维尔纳夫率领的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虽坐拥33艘战列舰，但迟迟不敢出加的斯港。他判断潜伏的纳尔逊舰队应该也有30余艘战列舰，几番战舰什么实力，自己还不清楚吗？现在出海太危险了。虽然拿破仑皇帝陛下下命令开往地中海，但也得找到机会才行啊。事实上呢，在他召开的舰长会议上，大多数舰长都觉得待在加的斯港内是最安全的做法。于是乎，纳尔逊想尽办法诱敌，可维尔纳夫就是不出海。但僵局迟早有打破的一天。纳尔逊争取更多的战舰增援，以实现自己打歼灭战的夙愿。但英国政府显然并不这么想，反而抽走了纳尔逊舰队的一部分，令其前往地中海护航。纳尔逊舰队的实力下降至27艘战列舰。这个消息被维尔纳夫得知，同时由于维尔纳夫一直不出港，拿破仑秘密派了一个人来接替他，而这也被维尔纳夫知晓了。维尔纳夫终于决定趁着纳尔逊实力削弱的好时机，启程前往地中海，顺便恶心一下自己的替代者。1805年10月19日早上6点，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开始出港。3个半小时后，纳尔逊收到了这条信息。纳尔逊知道维尔纳夫的目的地一定是地中海，出发去直布罗陀截住他。纳尔逊的舰队转向东南，朝直布罗陀开去。10月20日拂晓，纳尔逊舰队已处于直布罗陀附近，但是并没有敌人舰队的影子。此时强劲的西风吹来，纳尔逊怕舰队被吹入直布罗陀海峡，于是朝西北方向机动，等待新消息。最新情报：敌舰队正在南下。副司令克林伍德将军建议立即向东北进发，捕捉敌军舰队。纳尔逊反对，这样进军，战斗地点距离加的斯港太近了，维尔纳夫交战势力有可能撤回港内，舰队应向西北机动，放开道路，让维尔纳夫大胆南下，直到他不可能再安全返回加的斯。下午，一个糟糕的情报：敌人舰队并没有南下，而是在西进。维尔纳夫搞什么鬼？他不去地中海了吗？不应该呀！难道他要北上玩一手虚虚实实？纳尔逊暂时想不明白，于是令舰队向北偏西进行追击。维尔纳夫突然变睿智了吗？并不是，这主要是由于联合舰队船员驾驶技术太糙造成的。话说11月19日早上6点，维尔纳夫舰队开始出港，可由于船员们糟糕的控船技术以及维尔纳夫的再度犹豫，直到第二天中午，33艘战列舰才完全驶出加的斯港。这也是为什么纳尔逊在直布罗陀附近等不到联合舰队的原因。出港后，联合舰队的目的地是地中海，按理说应该南下，可这时候风向变了，一阵强劲的西南风吹来。维尔纳夫的舰队被迫转向了西方，他们并不是要向西玩什么虚虚实实，而是因为技术太烂，被西南风吹过去的。这里就要说一个这个时代的驾船问题了，这个很重要。此时的战列舰动辄数千吨，而动力却是原始的风帆，这么个大家伙要在海里掉个头，可费劲了。想想看，一个长50到60米、宽15米、高6到9米的庞然大物，不靠发动机就靠风力，你怎么让它转个弯吧？这需要等船的海员通力协作，巧妙地利用风力。一旦风向变了，笨重的船帆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总之，这是个团队协作的技术活，而且还非常费时间。10月20日晚上8点多，纳尔逊才重新接到新情报，联合舰队正在南下，虚惊一场。维尔纳夫果然只能去地中海。纳尔逊下令掉头截击。10月21日早上6点，纳尔逊舰队行驶至特拉法尔加角以西大约32公里处。借着晨光，他们终于望见了期待已久的联合舰队，终于找到你了。27艘英国战列舰与33艘法国、西班牙战列舰的对决开始。在大西洋来来去去跑了2天，纳尔逊的舰队已经乱成一团。维尔纳夫团队也不是战列线队形，纳尔逊率先下令，全军分成2队，准备战斗，朝敌人开进。
维尔纳夫这边也准备接敌，他下达了标准的命令，全军列成单纵列战列线，准备接敌。前面说过，操控战列舰这样的庞然大物不是容易的事情，想在颠簸的大海上把33艘战舰整齐的排成一列，其实也很难。1个多小时过去了，联合舰队的战列线还没有完成。1个多小时的时间，纳逊舰队怎么还没有冲过来呢？不奇怪，事实是，即使在持续的强劲风力环境下，战列舰的时速也不会超过8公里每小时。此时纳逊舰队航速应该差不多在3到4公里每小时。7点多，望着不断逼近的英国舰队，维尔纳夫动摇了。他觉得自己肯定无法进入地中海的安全港口了，应该掉头往北，这样一旦交战失利，可以撤回加的斯港内。于是他在战列线还未完成的时候，追加了命令，全军掉头往北。本来联合舰队的船员们技术就不行，这么一搞就更混乱了。更为糟糕的是，此时大风停了，就从西北方向吹来的丝丝微风，没有风力的帮忙，调动的难度就更大了。于是我们听起来似乎非常简单的一个集体掉头的战术动作，联合舰队花费了将近3个小时。10点多，联合舰队的战列线阵型勉强完成，但并不是一条笔直的线，而是新月形。在联合舰队艰难组阵型掉头的时候，纳逊的舰队仍在努力前进。现在是西北微风，英国战列舰纷纷挂起辅助帆，增大迎风面积。在前进中，纳逊率领的12艘战舰，克林伍德率领的15艘战舰组成了前后跟进的2列纵队。联合舰队向北开进，虽然是西北微风，但他们确实是在逆风行驶，航速只有不到 1.6 公里每小时。英国2支舰队处于上风，速度略快于联合舰队，战斗终于不可避免。27对33，纳逊舰队弱势，纳逊准备怎么办呢？答案是集中力量，先歼灭联合舰队的后卫。克林伍德的15艘战列舰为歼敌主力，分割敌军后卫12艘战列舰。纳逊12艘战列舰负责牵制敌人的中军和前卫，使其无法及时救援其后卫。那么任务分配就是：克林伍德15艘战舰负责歼灭敌后卫12艘战舰，纳逊12艘战舰牵制敌中军和前卫21艘战舰，并寻机干掉敌军主帅旗舰。2个疑问。第一个疑问，15对12，这优势很大吗？回答：英军认为优势很大。第二个疑问，12如何牵制21？待会来讲。英军战舰继续前进，眼看就要抵达联合舰队的有效射程内了。这个有效射程是多远呢？300至500米。受制于当时的火炮技术，在颠簸的大海上，超过这个距离开炮等于浪费炮弹，基本上打不动。在实际的海战中，交战双方往往在200米以内才开炮。联合舰队已经猜到了纳逊接下来的战术动作，英军首舰会在300至500米的有效射程外转向，继而排成与己方平行的战列线，而后才开进有效射程内展开攻击。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只见纳逊的胜利号、克林伍德的王权号既不停船，也不转向，更不等待后续战舰，而是仍然全速垂直冲了过来。联合舰队有点懵，这是过来送的吗？很显然，现在纳逊的战舰正以船头对着联合舰队的侧面，最有利于敌军发挥侧面火力对其进行重射，这是纳逊的刻意为之。前面我们说过，战列线战术导致海战变成了侧面对侧面，变成了两军排成2行，相互进行大炮对轰。但这种打法只能击败敌人，却无法大量歼灭敌人，因为敌人发现不利马上就溜，即使战舰严重受损无法行驶，也可以由友军战舰拖走。那么怎么才能够达成歼灭战呢？纳逊发现了破解这个难题的关键：近战。只有和敌舰展开近距离的混战，击败敌舰后，敌舰才逃不走。只有和敌人搅成一团，敌人才无法相互救援，只有这样才能够打成歼灭战。近战混战是强者的天下，因为只有弱者才选择抱团。所以除了集中力量先歼灭敌后卫，纳逊坚信取胜的第2把钥匙是坚决冲进敌阵，搅乱他们的战列线，和他们展开近战混战。纳逊的胜利号高挂最新信号旗，其内容是近距离作战，这是纳逊战前给所有舰长传达的作战原则。纳逊表示，战场瞬息万变，一旦开战，我的命令很可能传不出来。当你们接收不到命令的时候，不知道该干什么的时候，与最近的敌舰展开近战，那就对了。但问题来了，你拿舰手对着人家战列线的侧面，冲得过去吗？你能挨住几轮炮击？很可能你冲到半路已经被轰烂了。从这个角度看，纳逊这个战术实在是过于冒险了。但不冒险就无法达成近战混战。纳逊不是来刷数据的，他有且只有一个目的：打歼灭战。纳逊也绝对不是鲁莽行事，为了穿越这300至500米的死亡地带，纳逊把攻击最强、防御最强的3层加兵舰安排在队伍前列，
他自己的胜利号就是最强战舰之一。克林伍德的王权号同样如此。其次，他应该计算过300至500米的距离，以自己大概2公里每小时的航速，穿越需要10到15分钟。在这个时间内，敌军大概只能进行4次齐射。如果敌军按照常规在200米的范围上才开始射击，那么射击的次数就更少了。当时大炮为前装炮，操作极其复杂，需要15个人一起配合，数分钟才能发一炮。至于命中率，大海上开炮命中率往往并不能够得到保证。而纳逊对敌军非常有信心，他笃定敌军的炮击技术和命中率就是自己的安全符。联合舰队开始第一轮炮击，果不其然，胜利号未中一炮。联合舰队第二轮炮击，胜利号勉强接了几炮。克林伍德更为勇猛，他比纳逊更早穿越死亡区，第一个冲进了敌阵。原本计划他应该在敌人倒数第12艘战舰的前端穿过，分割出敌人12艘战舰，但在茫茫大海上，谁分得清是第几艘？他一头扎了进去，分割出了敌人后尾16艘战舰。克林伍德15艘战舰要包敌人16艘战舰的饺子。纳逊继续冒着炮火前进，现在他的任务变成了以12艘战舰牵制敌方中军和前卫的17艘战舰。那么如何才能够做到呢？首先，纳逊设计了集中力量先分割歼灭敌后卫舰队的计划中，原本就是要弃敌人前卫舰队于不顾。纳逊认为，只要达成了近战混战的目标，英军完全有能力在敌军前卫赶来支援之前结束战斗。前面说过，联合舰队一个全军转向的战术动作花费了近3个小时。敌人如此重长的战列线，其前卫军队要转向赶到后尾进行支援，需要花费多久？而且现在是在只有微风的情况下，这个时间一定是按小时为单位来计算的，这是战列线的一个缺点。漫长的战列线好比行动迟缓的长桑之蛇，击其尾则手不能治。纳逊的首要目标是要保障克林伍德分舰队安心歼敌，不过敌人前卫可能来救援其中军，夹击纳逊舰队，所以纳逊还是要玩一些花招，迟滞敌人前卫的行动。纳逊在冲击时特意选了一个巧妙的角度，在这个角度上看，纳逊很可能冲击的是敌中军，也有可能冲击的是敌前卫。敌人中军和前卫舰队一时无法判定纳逊舰队的冲击目标。敌中军会想，如果纳逊是冲我来，那么我最好的选择是保持不动，以自己的侧面对着他。敌人前卫也是这么想的。在纳逊冲击目标未完全暴露之前，联合舰队的前卫不敢轻举妄动，直到最后一刻，纳逊才突然转向，在维尔纳夫旗舰舰尾处达成突破，近战混战开始。然而，纳逊和克林伍德2位主帅最危险的时刻也来临了，因为他俩带头冲锋，后续战舰和他们脱节了。在后续战舰赶来增援之前，他们只能孤军作战。面对敌舰的围攻，他们能够坚持到友军的到来吗？事实证明可以，这也是纳逊坚持要打近战、打混战的底气。如果我们说在远距离上联合舰队蹩脚的射速导致命中率不高的话，现在如此近的距离很可能仅仅是数十米的距离，还能打不中吗？纳逊坚信近战英国战舰是无敌的。首先，英国水手操控战船的技术强，能够比联合舰队更好更快的进行机动，也就是走位更风骚。这意味着在近距离捉对厮杀中，英国战舰能更快地将自己的侧面对着敌人的舰首或舰尾，发挥重视的巨大杀伤力。其次，英国炮手技术世界第一，他们曾创造1分钟开1炮的奇迹。法国、西班牙炮手开1炮的时间，英国炮手能够开2到3炮。假定双方火炮数量均为10，命中率完全相同，均为10%。但英舰1分钟1发，法舰3分钟1发，10多分钟后，你猜局势会是怎样？这是一道数学题。结果很可能是英舰以损失1到2门炮的代价，就完全歼灭了法舰所有的大炮。实际的交战过程中，法舰的损失是以指数级上升的，因为操控火炮的人员会伤亡，法舰的射速只会越来越慢。所以超高的攻击速度给英国战舰带来的是恐怖的几轮齐射便瘫痪敌军战舰的能力。纳逊的胜利号、克林伍德的王权号就是凭借这个杀伤力，各自在敌情中撑过了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终于等到了跟进的己方战舰，不过此时胜利号和王权号也已经伤痕累累。克林伍德分舰队的后续战舰陆续抵达，展开混战。联合舰队的后卫岌岌可危。主帅维尔纳夫的旗舰遭受重创，战斗开始后，他频频发出信号：前卫舰队，速来救援！在混战中，信号的传递并不容易，且这条信息只能在一艘一艘战舰间依次传递。等这条信息抵达前卫指挥官迪马努瓦尔的战舰时，不知已过去了多久。迪马努瓦尔观察到，纳逊舰队的后尾数艘战舰已经排成了战列线，在等着他转向。
维尔纳夫不断发出信号，可前卫舰队似乎不为所动，一直未前来参战。前卫舰队拥有大概9艘战舰，所以现在实际的交战数字是英国战舰27，法国、西班牙战舰24，英方优势。且我们说过，近战英国优势明显。维尔纳夫旗舰快撑不住了，可纳逊那里也好不到哪去。发现可威号的舰长是个狠人，他清楚地看到进行炮战完全不是英国人的对手，他独创了一套非常规打法。他训练了一批狙击手和投弹手，这批人爬上桅杆和船帆，从高处向纳逊胜利号的甲板上射击。射击的重点是后甲板，那里是舰长的指挥位，纳逊正在那个位置。按资料技术，纳逊正在后甲板上散步。他认为自己的战略任务已经完成了，分割敌军以多打少，完成近战混战局面，完成胜利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了。还是那句话，他坚信久经训练的英国海军在近战混战中是无敌的，已经没有他能够做的了。一颗子弹击中了他，霍列肖、纳逊永远闭上了眼睛。但英国舰队的胜利已无可阻挡。蒂马努瓦尔的前卫军队直到下午3点才开始展开行动，已经来不及了。联合舰队主帅维尔纳夫的旗舰已举起白旗。拿破仑闻听纳逊的死讯，并不是欣喜，而是下令所有的法国战舰挂起纳逊的画像，以示纪念。拿破仑的意思很明白，你们应该以纳逊为榜样。特拉法尔加大捷，反法同盟军大受振奋，决定一鼓作气彻底解决拿破仑。但他们忘了，陆战拿破仑是无敌的。于是联军一头撞向了奥斯特里茨。但是广阔的海洋再也不属于拿破仑了，它成了英国皇家海军的专属。那么在特拉法尔加，法西联合舰队是否曾有机会打赢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只要在纳逊冲击时，联合舰队拥有像我这么强的火力的话，或者联合舰队采取我这个放飞战斗机的新战术，又或者联合舰队随我从海底发起奇袭，定能打纳尔逊一个目瞪口呆。为了不让纳尔逊吃亏，我们把载有300门火炮的分方巨舰全部换成只有几门、几十门的经典款战列舰。我说的是海战游戏的硬核标杆，风靡全球的3D 大型多人在线射击端游战舰世界。大海巨舰海啸激荡，万炮对轰，战舰世界带来4K 影院级广阔真实战场，炮火连天，战列重射，T 字机动，战机自海，鱼雷潜行。战舰世界中的你，完全可以用这些历史上的经典海战战术来力挫群雄，驾巨舰跨星辰大海。战舰世界海量资源、高级账号、福利礼包等无限惊喜等你来拿。